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草泥捏汉堡，今天为大家带来搞笑的伦美漫幸福之家第14季第9集。又到了肯特主持的春田观察栏目，今天请到嘉宾是著名演员莱纳，因为他3个月离了3次婚，而将自己陷入了破产的尴尬境遇，也因此在自己别墅组织一场传统的贱卖会，看样子是真的山穷水尽了。莱纳表示卖掉所有东西，包括奶奶的画像，看到有这么多奢华的物品都卖成了白菜价，辛巴心动了，他还想去淘点宝贝。其实不用想，现在他们已经在贱卖现场了，除了他们，还有很多人也来了。弗兰德就过来凑个数，看到杂志内容稍微带点颜色又接受不了，老魔子又不一样了，直接一口气买了4个美女。小金最喜欢是那些带剑的道具，拐杖剑、菠萝剑，只有想到没有藏不进去的。本来还有个派剑，可惜被辛巴吃掉了。外面那些东西已经满足不了辛巴了，他又跑进莱纳的屋子里去翻箱倒柜。他想知道有没有东西是在莱纳死后会升值的。还别说，莱纳还真有符合他要求的东西。他第一套健身器材，莱纳就依靠它变成肌肉猛男的。家庭里每个成员都挑了不少东西，要将他们全部放进车里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不过辛巴是谁啊？作为专注俄罗斯方块30年的方块学家，他将人和物都摆弄了一番，装进车里。就他忘记将自己考虑进去了。不得不说，莱纳服务是真的好，亲自抱起辛巴送他回去。回家途中，小金突然拉臭臭了，那味道在密封的空间里显得尤为浓烈。辛巴没了办法，直接先停在了快易买超市。阿布本来是不愿意提供洗手间的，不过最终还是向臭味低头了。换了尿布之后，母女俩一身轻松。正当辛巴打算去开车时，一个面目狰狞人把枪对准了他，把钱包给我。辛巴害怕极了，嘴里不停念叨着上帝。劫匪可没工夫听他唠叨，直接伸手抢下了背包，但这里面并没有钱，因为它只是个尿布。然而劫匪又怎么会空手离去？所以他扯走了辛巴脖子上的项链。劫匪逃走后，辛巴失魂落魄的回到车上，很显然他是被吓傻了。过了一会儿，才开始掩面哭泣。辛巴把被打劫的事告诉了警察，并表示遭受了严重的精神创伤，希望他们能早日将坏人缉拿归案。但来来去就那3个人，而且就他们的那执行能力，抓到犯人都成问题，更别提有什么效率了。虽然但是生活总是要继续。次日，辛巴打算出门去买牛奶，为了他再次遭遇意外，辛巴准备全套的防身工具，紧急哨子、胡椒喷雾，还有标记男人脆弱部分的图。即使准备周全，但下车的时候，辛巴还是有些忐忑。正当他不断进行自我鼓励的时候，胡蛋突然出现在车旁。你好啊，金太太。条件反射就让胡椒喷雾对准了小家伙。看到小男孩又哭又咳地逃离了这里，辛巴的心中只剩下自责与恐惧。我们回家吧，只有家里才是最安全的地方。好不容易回到家中，辛巴还没来得及消化自己的恐惧，就被告知刚才将车停在邮递员身上。看到那节身体被车压住的可怜家伙，辛巴立刻放下小心，打算去帮他脱困。没想到刚打开门，熟悉的景色立刻变成巨大的漩涡，警匪头从漩涡之下冒出。我把你的项链给了我随便找的妹子，那妹子也出现了。我晚上把她扔到抽屉里。辛巴绝望了，那会打劫的。说罢，他又爬回了家，关上门，眼中扭曲才恢复正常。了解辛巴症状后，医生对他是得了广场恐惧症，这是一种对于离开家的恐惧。针对这种疾病，他推荐是看一部电影《死在自己家里的女人》。正常一点疗法就自己慢慢克服恐惧，创造一个可控的环境，使得离开房间也不会感到痛苦和恐慌。除此之外就没有别的办法了。为了帮助辛巴康复，全家人将他全副武装固定在椅子上，并围绕在身边贴身保护。可惜最终因飞舞的蜜蜂宣告了破产。接着他们又常在家里模拟快易买超市，以期经过多次练习之后，辛巴能正常去超市购物。不得不说，这里布置还挺像那么一回事。这时银仔突然跳了出来，我是劫匪。一降枪，辛巴 DNA 立刻起反应了，光速逃离了现场。银仔忙安慰他，这枪只会射泡泡，其实是彩条摩丝。得，这下他也疯了。找到辛巴的时候，他正一个人全都在地下室。面对丈夫，他只说了一句：“我今晚就睡这里了。”对于妻子的决定，辛巴无可奈何，就得告诉孩子们，只要继续关爱辛妈，他一定会好起来的。接下来的时光，辛巴在地下室常住了下来。做礼拜的时候，也不随家人前往，只依靠着电话聆听牧师的布道。渐渐的，用餐地点搬到了地下室。好在他们看起来还挺乐在其中，就是那些不停路过窗户角有些影响食欲。辛巴现在是一步也离不开地下室，就连给孩子们准备的午餐都得靠猫咪运送。上班的上班，上学上学，家里就剩下了辛巴一个人了。在这空旷的地下室里，他还真不知道做些什么。这时他看到辛巴买回的健身器材，试图举下哑铃之后，竟然停不下来了。2周之后，他已经可以举杠铃了。经过一段时间锻炼后，他举重的次数较刚开始直接翻了个倍，而且肚子上已经有了明显的腹肌。辛巴自然很是激动，老婆身材好，受益的不就是他吗？辛巴喝了一口汤，觉得少了点柠檬，于是几步走上了楼，来到了后院。等到摘下柠檬之后，他才反应过来自己做了什么。在激动之余，辛巴捏碎手里的柠檬，他发现自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大，再也不需要回到地下室了。辛巴冲上街道，将恢复健康的消息昭告给了全世界。不知不觉间，他跑进了一条小巷子，没想到刚好遇见那个令自己恐惧已久的人。那人显然也没有忘记辛巴，所以你在做什么？生活在恐惧之中吗？他
他不知道辛巴早已经脱胎换骨，还没反应过来，鼻子又挨了一拳。这样辛巴还不解气，又拳打脚踢了好一阵子，直到那人躺在地上再动不了才停手。你已经被玛丽终结了，他勇猛赢得了周围人的掌声，家里人为他亲自惩罚仇人而高兴。这时警方到来的及时，不过他们并没有因为自己的无能而感到羞愧，反而觉得其他受害者也应该自己去找罪犯。上一次一战成名之后，辛巴更加醉心于锻炼了。某天跑步的时候，他发现一个肌肉女的聚集地，还在这里遇见曾经的老邻居，她的身材极好，连续3年蝉联墨西哥黑帮女郎。见辛巴很是羡慕，他们就坐下聊了起来。女郎表示辛巴身材有点小遗憾，那就脖子应该再长4英尺，这样一来就非常完美，还可以参加选美。辛巴本就不在意，可女郎随意就拿出了类固醇，还刺激他说，若是想要保持弱小与无助，那不听他建议也行。刚开始辛巴还表示这是违法的，想要拒绝，可此话一出，他立刻抛弃所有理智，直接拿起类固醇吨就喝光了。他自我感觉倒是良好，殊不知眼睛都冒绿光了。自那以后，辛巴就像打开了某种开关，开始吃各种药物疯狂增肌，他的力气变得奇大无比，孩子们追不上校车不存在，直接手动刹车。晚上辛巴缩在床上瑟瑟发抖，辛巴拿着健身器材拥住了他，嘿宝贝，我明天有场比赛，我们来个好运抱抱吧。辛巴有些害怕，想跟妻子谈谈兴奋剂的问题，但现在他在辛巴面前早已不是那个强壮男人了，他们之间没有商量的余地，而是他单方面任由辛巴摆布。妻子的折腾让辛巴直到早上都没有缓过劲来，连走路都受到了影响。辛巴现在也不准备早餐了，因为每天剃毛就要耗费1大半时间。晚上全家去观看了健美总决赛，看到连幕之后那群铁娘子团，小新只觉这辈子都对女人没了兴趣，他们的表演就是纯力量的比拼。辛巴的节目是用牙齿拖动大巴车，最终他得到第2名的优异成绩。全家人只得礼貌又不失尴尬的微笑，几人从牙缝中挤出话语交谈。第2名，这不是激励他吗？我烦用他批评我松弛的臀肌了。安静，他肌肉发达，耳朵能够听到。辛巴说的没错，他确实能够听到。晚上，辛巴向酒鬼们展示肌肉，辛巴表示很为他高兴，不但强健了身体，还保持了女性的温柔。没想到这话反倒激怒了辛巴，这就是我为什么没有获胜。辛巴只得不停道歉，对不起老大。辛巴决定从明天开始还要加大剂量，眼见事态变得越发不可收拾。老莫这样委婉的劝一下辛巴，虽然他已经够真字拙句，但是惹恼他。辛巴砸碎老莫则蛋酒，还打倒所有想控制自己的人。怎么说呢？整个镇上就没有人治得了他。被他折腾过酒吧是一片狼藉，发现没有能打的以后，他又把莱尼举了起来，看样子是想把他反复鞭尸。这时一直躲在暗处的辛巴走了出来，他向妻子表白道，很怀念当初娶那个甜蜜小女人。丈夫那饱含深情的话语让辛巴找回了自我，他意识到那些药剂将自己变成了怪物，现在是时候跟丈夫一起回家了。夫妻俩走后，老谋子也出来了，他打算通过索赔的方式挽回损失，然而点了汽油才发现自己根本没买保险。辛巴确实慢慢找回了自我，他发现自己也很怀念做淑女的时候，所以烧掉所有的健身器材。即使有一说一，辛巴还真挺享受公主抱的。就接下来事情有些难以接受，强大与弱小到底该如何定义？或许刚开始被吓出不了门的辛巴是弱小，但后来能以一挡十凶悍，就真的是强大了吗？大概也未必吧。锻炼所得来的只是身体的强壮，却不能让自己的内心变强大。辛巴因为别人的激将法，就轻易抛弃自己一直以来坚持的原则。这样的人即使外表再强壮，也跟强大不沾边，因为内心就只是个自卑想要获得认可的弱者。真正强大一定是由内而外的，若是内心强大，居然是全身瘫痪，也能研究黑洞的奥秘，但只是头脑简单，四肢发达，那么就算打遍天下无敌手，也只是个不会思考的肌肉机器罢了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希望小伙伴别忘点赞、评论、关注，咱们下期见，拜拜。